来吧，今天邀请的嘉宾是开始了，可以入座了。好，你旁边这个已经打过疫苗了，他说你可以不用怕他。真假的？对，因为他是在老人之类的。真的，真的。真的。我要给你看我的接种卡啊！没有，没有，你是45年次的，没那么夸张吧？我跟你讲，50岁，好不好？50岁刚过，好不好？就打到了。哦，那你昨天头有点晕嘛？现在好一点吗？对，其实它副作用很少啊，很少。人家说它第一剂的副作用比较高。我是昨天才比较有副作用。啊，是不是要第3天？第二天了。第二天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来拍片，算是心态。其实昨天晚上就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它就那个疲劳感就消失了。好，来吧。那你健康复出之后，第一支为我们带来介绍的是哪一支？镜头可能要拉高一点。对，这个叫做，这个我这样讲好了，这一支叫做奇幻之水。幻想之水，自己都记不住，然后叫我记，你自己都记不住，然后叫我记。你要他奇幻也是可以的，对啊，差不多就好。幻想，我去把奇幻之水注册一下。我不管你注册什么，但是你也要记得住，对。那在香水时代，它叫做幻想之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用中译好了，用中译名啦，哈，用中译名。好，那在台湾代理商叫它叫做液态创想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比较用 popular 的讲法，就是幻想之水，好吧？幻想之水这一支 Bloody Wood， 为什么特别叫这一支歌？因为这个是我这个牌子唯一一支我有收的。哦。对，那我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木质调，是，但是这个木质调是非常少见的。我第一次闻到的时候就记忆感非常高。有一次我出差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去专柜买这支回来。对。然后你看到的时候那个眼神，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。对，就说这个去哪里买的？我说去专柜买的。你那个眼神，对，就充满了你真是有钱人。不是免税啊，免税没有。因为他们说来我这边买都是没钱的人才来这边买的。没有。对，来你说啊，你说，不要都是我在说。没有啊，就一黑一白，对啊。我们就开箱啊。精打细开。对。是精打细算。对。好，来开箱。血色之木，它的前调是红酒、紫罗兰、玫瑰。对。然后中调是红酒、果香、樱桃、树莓。后调是木质香、檀香木跟橡木。OK， 那你为什么觉得说让你木质调里面印象最深刻？那个中二声不要再叫，好吧？因为我们木质调大部分都是配可能是威士忌啊、白兰地，但是很少有红酒。很少有红酒，威士忌或白兰地很少有红酒。对 ，OK。其实，在接触到那个花圃之前，它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是红酒的。真的红酒颜色，它就是故意调成这样子哎。对啊，很像那个葡萄果汁。然后它名字在这里 ，Bloody Wood， 好，血色之木。OK。所以你知道在教会他们这个礼拜的时候都要剥饼，还有喝酒嘛，对不对？圣餐，那叫圣餐。对，那事实上就是红酒。对。那后来因为酒驾的关系，所以就改成葡萄汁这样子。因为它是一个形式。是。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很漂亮。来吧。大家先试试好，因为我有，对啊，我特别推荐这支。那还是要试试看给我们。是。哇。哇，真的是红酒吗？对，82年的拉菲。哇，随便乱说啊，对。真的红酒呢，而且红酒跟软木塞的味道，对，非常特别。而且它很这个好就是葡萄酿出来的红酒，然后经过橡木桶
的陈酿之后的。真的是一个高品质的红酒，你可以从第一次的前调 top nose 就已经进入到你的鼻腔里面。而且它不会让你就是觉得，这是酒香，然后是什么酒？那你这个一喷出来就是这是红酒，对，非常明显，非常明确。已经是醒好的红酒了，已经醒好的。对，这一支好绅士哦，绅士在这个，我想到的是当时西部牛仔在那个骑着马，然后到他们所谓的以前叫做驿站，他骑着马，然后下了马车，然后进去这个。打开那门，然后对，然后进去的这个，很棒哈，很棒哈。这个给肥猫形容一下好了。对，我觉得肥猫好杯中物，杯中物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就像打了胜仗，喝到了胜利美酒的那种的滋味。我以为你说，你一闻到，他整个人嗨起来。打肾脏，我以为你是打肝脏、肾脏在什么哪一个内脏？我觉得他一喷，整个人嗨起来了哈！一闻到这个，他就喜欢酒香味啊。对，很棒。对，然后所以大家会转木质调。我上次有跟他一起拍这个魔毯，然后这一次又拍这个血色之幕。我真的幻想之水真的是不错，真的是很厉害哦，这充满了幻想哦。对，闻到味道，你那个画面立刻连接出来。其实这个牌子我就觉得一直都还不错，然后瓶子跟包装可能还好，但瓶子一直是非常有质感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一支也很推这个牌子。对，它是我的真爱。它是他的真爱。所以一支也收完了。这支在清单内，还没，它在下一支。而且真的是男女适合，因为其实不一定都是女的喝红酒，其实男的也可以喝红酒。对啊，但其实红酒都是女的喝最多。对，但它有那种呈现出来的酒香，再加上木桶啊，对不对？是。对。木桶，可能是那个酒桶的味道，其实它是一个多面向的一支香水，好多面向的一支香水，那很棒，我是觉得很棒。我收完之后也觉得很喜欢，也很满意。OK，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试试看血色之幕。对。肥猫觉得这个画面让你想象现在在哪里？法国。法国啊。法国。不是。坐在左岸咖啡馆，在那个波多。波尔多法国的红酒之乡。不是啊，波多野结衣。你把整个影片的格调都拉低了。葡萄牙的波特。对，波特酒，去那个酒庄的感觉。喝酒我超爱。你这可能会被黄标哦，刚才那几次。对啊。OK， 你有去过那个酒庄吗？有啊。形容一下那边的样子跟感觉，还有气候。气候就我是2020年2月去的，刚好疫情前去了葡萄牙的那个。对啊，20天啊，去20天。那博多就是它就是著名，就是它那个足球队，足球队也是啦。还有就是它波特酒。对，那里面它有它那个圣路易桥下面，就是整个都是酒庄啊，全部都是有名的。我其实名字有点忘记了，对啊，但是去到那边，他也是会进去让你看看那个以前酒窖的样子，然后也会有剖析，把那个酒桶剖开啊，对，剖开来让你去看，对，然后也有闻到那个桶的味道，对啊，然后像那边的也会有都会试喝啊，就一直喝啊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讲不太出来，你当天喝醉了吧？我当天没有啦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在酒庄里买，我们都跑去超市里买，因为超市买更便宜。真的啊？对。那带你去景点的那个酒庄会比较贵的。对，我们后来自己超市买了20年的，30年的就买回来送人了。对啊，那这个就很有那时候的感觉。让你觉得在这个酒庄里面，对，但是它其实到现在我这个已经有一点转，酒的味道已经没这么多了。
我现在还是酒的味道多于木的味道，它就是一个很香、很巧妙的一个混合哈，对，很巧妙，对，而且是成年的桶，这个层次感做的太好了，真是我久不见了，幻想了。因为它这支雪瑞之墨，因为它通常幻想之水，它在做的时候，它会做3支，它都会3部曲。哦。对，那这一支的红酒啊，它做的是比较偏果香的。对，所以它前面的红酒过了之后，它的果香会比较重一点，所以你会觉得红酒味道就没那么多，它就比较像说你在品酒喝红酒有果香的那个感觉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个果香味道出来，红酒的气味它就会稍微被压制下去。对。然后另外一支是贝拉洛之勇，贝拉洛之勇的话，它就是红酒的气息会再更辣一点，对，它就不会像这支的果香味这么重。OK。对。3部曲。对，然后第3部曲是粉色之冰，就是粉红香槟，就是大家那个也是卖的下叫了。对。可是好像我好像忘记有没有闻过，没有。粉色之冰好像没有闻过，没有闻过。下次再来。对，现在已经卖到没货了。好。对。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用新的名字，所以可能有点。对，有点老口，对，还要想一下，对，它到底叫什么？以后我们就全部都叫这个名字。好，幻想之水，奇幻之水，幻想之水。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幻想的感觉，对，很像坐着魔毯喝着红酒这样。对，但是魔毯是另外一支，这个就是让你走入另外一种感觉。对，这个喜欢酒香的应该会蛮喜欢，因为这个没有类似的味道。这个 combine 太好了，这个融合的太好了，非常好，神奇。而且至少我闻过外面没有大概类似的味道，没有这个，对，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记忆点的一支香水。血色之母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介绍前调。那待会我们3个小时之后，你们好像都不用上班是吧？我是来这边吃饭的，对，吃完饭要走。他不要我拿走了，所以他只能看到他。对，就待会我老板在下面留言，没有你是不用上班的。你要把日期说往前1个小时。就说对，因为是我第一天跟猫王爷一起搭配，对，真的吗？经验怎么样？跟他搭配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因为昨天我给你拍，竟然有人传讯息给我，对，我说我怎么看起来这么大只？所以对，说你看起来很苗条。我说这完全是错觉。所以我现在就要侧身啦，有没有？对，完全，你现在旁边就是一个壮汉，你就不会太大只。对。我不能跟那个181的比。对啊，好不好？人家竟然是说你瘦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用在你身上。我是瘦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其实我是有肌肉的，对啊，有啊，大家没什么兴趣。有兴趣的只私讯哦。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讲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东西。是，你说。你有看到你右手边下面有一个糖棒吗？会有啊。其实我那天就已经看到了。你会帮我们拿起来一下。它大概已经尘封13、14年。哇，这个摆起来还是挺有历史感的。好，这公司还没倒，但这网站倒了。这个我一开始这 QEM 是我们在做男生保养品的时候，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扛棒吗？因为我们那时候连办公室都去跟人家分租，1个月租金12000，我们都还付不出来。那因为要跟银行借钱，银行说，你有开始录吗？对啊，你们不能连个看板都没有，我们才花了这个钱去做这个看板，这个做多少钱？2、3千的，对。然后挂上去之后挂2年，我们生意就开始起来了。这男生保养我们整整走红了6年的时间，到第7年之后，我觉得每一个感情啊，或者是说
事情啊，或者是事业，大概第7年都会是一个转折。那这个就在第7年，跟婚姻一样，对，跟婚姻一样。7年之痒。你觉得几年？7年了，好吧？对，这个人，我真的是，等一下收播，我再拿这个敲你头。那这一个后来我们就转型了，男生就直接下架就不做了。那但是公司还在，那所以人就在转型嘛，对不对？像病毒都转型了，我们怎么可以不跟着转型？所以我后来懂得转型这件事之后，我就开始走那个上架平台啦，然后对，那时候也还没自己做进口，进口是这4、5年的时候开始。对，我们后来发现男生市场实在是有限，所以开始转做女生市场的时候就不一样，才会有现在的 QEM Dash Girl 这件事情。其实我觉得男生不是难做，是男生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刀口上。啊，对了，对。可是他们一次花就花很大笔，例如车啊，对，或者是收藏品的房子啦，对不对？手表啊，哦，对，都是很贵的。那买这个美妆还是以女生为主啦，对吧？OK， 好，谢谢你帮我们重温这个7年前的旧梦。7年前不是啊，美好时光。15年前的吧？15年前，15年前，15年了，创业15年，这有15年了。哇，我创业15年了，真的，对啊，哇，很有历史感哦。这大概跟我搬过，这个以后你可以收到香水博物馆去了哈。希望希望这公司还会在了哈。一定会在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在。对 ，OK， 老板人这么好，谢谢，需要你们多支持啊，好不好？那可以放下了。好，我可以放下。聊一聊我们的历史。OK， 好，这一支是血色之墓。幻想之水，幻想之水的血色乌木。血色之墓不是乌木，不是乌木。血色之墓，对不起，从头做到尾。看一下英文，他没有写乌木，他没有乌木。对，血色木。OK， 对，血色的木就是红酒木塞。好，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后面。我觉得它非常的还原了。对，红酒跟木头，就是刚刚还在酿造的阶段，对，那个奇妙的组合啊，奇妙的组合，对，那而且它的是一支非常有深度的香水，是一支非常有深度的香水，深度，好，那再加上外面没有类似的味道，对，我真的还是喜欢哈，是真的是不错，来一支。我是觉得它到后面就是因为刚刚中调的时候有讲到它有那个果香嘛，对，那它后面的时候果香其实退的差不多了，对，它后面果香退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只剩下，我觉得就很像你那个橡木桶打开之后，只剩下那个就是酒干掉跟木头的干燥的那个味道，对，就是它含有酒的香气，但是它没有酒的那个酒精的冲鼻的味道啊，对，就是以木质为主，对。OK， 我现在闻到的是很明确的红酒的味道。对，对，我本来刚刚一开始前调所以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红酒的木塞，但我现在已经是红酒的果香了，对，现在在身上。它应该是刚刚我有闻到，应该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有 open house 的时候，那个云华有带很多支好喝的红酒，是不是就那个味道？那个红酒高档红酒，高档红酒，对，高档红酒，有，你这样讲起来有像，有没有？但是没有那个葡萄的酸涩，它就是把那个香气非常非常完美的还原出来。对，就是那个温润的果香。对。那我现在身上其实并没有那个酸涩的味道，完全没有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葡萄香，它就是葡萄酒的葡萄香，相当呈现的相当好。那葡萄
再多过于木头的味道，但是你绝对闻得到木质。对。隐约。对。好，所以这一支血色之木。对。喜欢木质调的一定要大推。喜欢木质，喜欢酒香。对。推。喜欢那样子的氛围跟场景的。对。特别分享给你们。没错。这是我们今天做血色之木的后调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更进一步的可以了解它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